大家好，我是 CryptoGo Harry。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账户抽象的标准，就是 ERC 4337啊，包含它想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比较详细的技术规格。今天会假设大家对以太坊的交易跟一些账户模型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样能比较好听得懂今天的内容。那首先要先讲到以太坊的这个交易流程。知道以太坊有这个 所谓的 EOA 账号，也就是 Externally Owned Account，所有的交易都是由 EOA 发起的。每一个 EOA 它会先，它发起交易的时候呢，它会使用它自己的 private key，用它自己的私钥加上这个交易去组出一个签名。那这个签名完之后会被送到一个叫 Mempool 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签名完的交易等待要打包上链，矿工就会去找有哪些交易的手续费是比较高的，那就会去把这些交易打包，然后进到下一个 block 里面。这是以太坊在发送交易的时候的基本的流程。在有这个 EIP 4337之前，其实大家就已经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去扩充 EOA 的功能。一般我们会把钱包的种类分成 EOA 的钱包或是 CA， 就是 Contract Account 智能合约的钱包。EOA 钱包的话，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使用者他会需要有 ETH 作为 gas fee，而且必须要自行保管私钥。那如果私钥掉了的话，那你的钱包就等于是不见了。只有唯一这个私钥能够去证明说你是持有这个以太坊地址的。智能合约钱包的话，也是存在很久的一个做法，就是它让发送交易的条件可以更灵活、更弹性，透过智能合约来验证这个发送交易的条件。好处就是可以解决 EOA 的自行保管私钥的问题，例如说你可以在合约钱包上面做一些社交恢复啊、多签等等的这种功能，可以做得非常的复杂。在4337出现之前，其实也已经有很多品牌厂商开发智能合约钱包了。稍微讲一下 EOA 它是怎么样去产生地址跟它的签名的。我们都知道一个 EOA 钱包它会有对应一个私钥，私钥是怎么样去产生最后的 EOA 地址的。私钥它是一个64个 byte 的字串，这64个 byte 它会先转换成公钥，透过这个一些图文曲线密码学上面的转换，去转换成公钥。这个公钥会再做一系列的数学运算，最后才会产生这个使用者的钱包地址。就是它会先经过一个 KHR256的 hash function，hash 出来之后取最后20个 bytes，才会得到就是 EOA 的地址。所以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 EOA 地址是只有20个 byte，也就是通常是长度40的字串。公钥的话，它是64个 byte，所以会是长度128。这样子 hash 的好处就是你最后出来的这个 EOA 地址的长度就会比较短一点。所以签章的方式的话，就是使用者用自己的私钥去对这个 transaction hash 做 ECDSA 的签名，也就是椭圆曲线密码学相关的一个签名。这个签名就是等于是在以太坊的这个协议层写死的验证交易的方式。验证的方式就是当，例如说矿工他拿到了一笔交易，那交易里面会有包含这个交易的 signature，它会透过一个叫 EC Recover，就也是椭圆曲线密码学中的一个函数，去算出签名者的公钥是什么。所以这边注意可以看到，就是它是用这个签章，然后再加上 transaction hash 去算出签名者的公钥。有了公钥之后，就可以用刚刚一样的方式去算出公钥的最后20个 bytes，就可以得到这笔交易的 sender 的地址是谁。所以这时候矿工就可以用这个 sender 去模拟就是后续的交易结果。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在以太坊，如果你要在以太坊发送一个 raw transaction 的时候，其实资料里面是不会包含 sender address 的，因为这个 sender address 其实可以直接从这个交易的 hash 跟你提供的 signature 里面去做 EC recover， 那算出这个 sender 的地址。所以可以看到前面讲到这个 EOA 的签章跟验证方式，其实是在协议层写死的，所以它就缺少了一些弹性。所以大家常会讲 EOA 有几个缺点，就第一个是它的 gas fee 只能用 ETH 付，所以对使用者来说，假设我今天想要在 ETH 上面去买 USDC，可能投到一些 DeFi 里面等等，这时候他还要去理解说，我需要有一些 ETH 作为 gas fee，而且有时候 gas fee 还不够，我还要去补。这样的话，对使用者来说，体验上就会要多了一个新的理解的门槛。那再来就是私钥保管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私钥保管是一个蛮严重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他的私钥被害了，或是他可能存在某个地方或遗失了等等。那有些时候要做备份，可能有些人会直接把私钥存到云端硬碟啊，或是 email 等等的。
那这些方式也蛮容易会被害的。这也就代表说，因为 EOA 里面是透过一个私钥，它就直接作为这个钱包的控制权，所以等于是一个单点故障的概念。你这个私钥只要掉了，这个整个钱包的资产就不见了，算是也是一个缺乏弹性的点。那再来这个 programmability， 或者说中文可能叫可编程性或是可程式性，这个概念就是说，因为 EOA 刚讲到的签章验证机制是固定 ECDSA 的签章，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直接做到像是多签啊，或是社交恢复。因为多签钱包这种应用也是非常广泛，因为通常我们希望去增加一个钱包的安全性的话，可能会做，例如说3个人，那这3个人里面同时要有2个人去签名才能够发送交易的这样的机制，去保障一个安全性。这样，那如果是单纯用 EOA 的话，也就没办法做到这样子。最后一个就是一次只能执行一个操作的这个限制。因为当 EOA 发送一个交易的时候，本质上它是去呼叫一个合约，所以它在一个交易里面能做的事情，等于是一定会被合约限制住。就合约的function里面能做什么事情，那你一个交易就只能做什么事情。所以，例如说，在一些使用场景，像是 swap 好了，swap 的时候，使用者要先 approve 一个资产，才能做后续的 swap。这样的话，就势必要是发送2次交易，那使用者也要签名2次。所以 EOA 钱包的话，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第一步就一定要先呼叫你想 approve 的 token 合约，比如说 ERC20 token 合约的 approve 的方法。那呼叫完之后，才能去呼叫下一个就是 swap 合约的swap 函数，这也是 EOA 钱包的一个限制。所以有了 EOA 钱包的限制之后，所以很多人提出了这个合约钱包的做法，所以它的控制的方式从私钥的签章去改成说，我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程式码，任意的程式码来验证这个签章。地址的生成的话，原本是透过一个固定的公司钥 hash 出的一个结果，你可以转换成用 create 或者是 create to 去生成。create to 的话，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部署合约之前就预先就是确定性的算好这个合约的地址是什么，所以等于是使用者如果他还没有发送任何交易的话，你就可以先显示这个地址给他看。好，所以交易发起的时候 EOA 就可以独立发起交易，但是合约钱包的话，它背后还是需要有一个通常会讲它叫 relayer， 也就是有点像是中继者的角色去帮忙发起交易，所以它是没办法独立发起交易的，需要其他的 EOA 账号的协助才能透过合约钱包来执行交易。好 Gas fee 的支付的话 EOA 就是必须要用 ETH 来支付嘛，合约钱包的话它就会透过一些比较灵活的方式来支付 Gas fee， 或是让别人来帮忙付 Gas fee。 意思就是这个合约钱包上面自己可以不用存一些 ETH， 可能透过 Relayer 或是 Meta Transaction 的这些机制让别人来帮他付 Gas fee。 在 Programmability 上的话，刚刚提到 EOA 就一些只有基本的功能，合约钱包的话它就能够去支援多签啊，或者社交恢复，或是自定义验证逻辑的这些功能。社交恢复的话指的是我可能钱包如果丢失了，我的自己的私钥丢失的话，那我还可以找我过去设定的一些其他的地址来帮助我回复智能合约钱包的控制权。所以安全性的话，刚刚讲到 EOA 有这个功能，私钥遗失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合约钱包你就可以透过一些其他的自定义逻辑的方式恢复这个钱包的控制权，不一定只要透过一个私钥，就可能例如说你要透过2到3个你的朋友来帮你回复这一个钱包。好，但是智能合约钱包过去还是会有遇到一些问题，像例如说第一个，如果你要创建一个合约钱包，在一些知名的这种提供合约钱包的服务商，最一开始要使用之前，就他会要你直接先创建这个合约钱包，那你就要先付 gas fee 了。意思就是你还没使用就要先付钱，这是一个比较对一些使用者来说会不太喜欢的一件事情。因为合约钱包在各间厂商他们实作的标准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件事情没有统一，就导致说我今天可能在 A 平台用的合约钱包，它会没办法汇出到 B 平台去使用。在第三个是算是以太坊的网络或者说这个社群是蛮重视的，所谓 censorship， 就是这个交易有没有可能就不让你发，这像是以太坊想要避免的，因为他希望说这个系统是人人都可以发送交易去获得这个有点像金融上的自主权。那但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合约钱包，它会限制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交易交给平台，透过平台的 relayer 来帮你发送最后交易去上链，所以平台它就有这个权利可以决定说我这个交易有没有要帮你发送，有没有要上链。
那他也可以决定主动的去丢掉一些他不喜欢的交易。那这通常被叫做 censorship 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就会需要这个 ERC-4337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它本质上就是提出一个以太坊官方认可的合约钱包的标准。有一个好处是它不需要修改到以太坊的共识层，不需要硬分叉，因为通常需要硬分叉的话，代表说我可能改到了比较底层的以太坊的，例如说 EVM 的机制啊，或是我可能新增了一些以太坊的 OP code， 会导致旧的以太坊节点看不懂这个新的交易，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会改到共识层。那4337的好处就是它全部都在透过执行层，也就是智能合约上面的一些标准，就可以达到这个账户抽象的功能。同时，在4337里面也有很大的篇幅去维持以太坊的这个抗审查性跟去中心化，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一笔合约钱包的交易，它是没有办法被 censor 的，也就是你一定有办法发送出合约钱包的交易，没有人能够恶意的把你的交易给丢掉，这样。它为了做到这些功能，同时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要避免被 DDoS， 因为等于是会有很多人来帮忙发交易，他会需要去避免说这些帮忙发交易的人，他可能会被 DDoS。如果有些人他突然发了一大堆的合约钱包交易，这些人他的服务可能就被阻断，就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所以他会透过 separation of validation and execution， 就是验证跟执行的这两件事情，把它拆开来的机制，去确保说这些节点它不会被 DDoS。好，开始进到 ERC-4337的比较细节的定义。首先要讲的就是所谓的 user operation。那 user operation 它本质上就是去定义一个钱包能够发起的操作，那里面就会包含这个用户他今天想要透过这个合约钱包做怎样的交易，所以里面就会包含说，今天是哪一个合约钱包发起的交易。那因为发起交易里面通常会有一些基本的参数，像是 call value 啊、call data， 那还有 gas fee， 像以太坊可能会有 max fee 跟 max priority fee 这些参数。那还有 signature， 这个 signature 就是合约钱包它可以去自定义的签章。那等一下会看到不同合约钱包它可以去定义不同的验证签章的方式，所以这个 signature 也是非常灵活的，等于是用来取代掉 EOA 钱包的 signature， 因为 EOA 钱包的 signature 它一定只能像前面讲，只能用单一一个私钥去签 ECDSA 的签章，那才能通过这个节点的验证。这里的 signature，4337的 signature 的验证方式就会是合约钱包自己定义的。好，那这张图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 user operation 里面有的一些参数。Sender 就是比较直觉，就是这个合约钱包它的地址是什么。那 nonce 的话，这个 nonce 也跟以太坊的地址的 nonce 有点类似。那这个 nonce 就指的是这个 sender 合约，它过去已经执行过几笔交易了。那所以一开始是0，越高的话代表这个合约已经发送过很多笔交易，所以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 replay attack。也就是说，我今天发了一笔交易之后，同时又发了另外一笔交易。应该说，我发了一笔交易之后，我要避免这笔交易它能够再重新的被发送一次，所以透过 nonce 的机制来让每一笔交易都对 nonce 加1，这样一笔交易通过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再被重复的使用。Init code 的话，指的是这个合约钱包它要怎么样被 deploy， 也就是如果这个合约钱包它的合约还没有被 deploy 的时候，等于是要告诉 entry point 应该要怎么样去创建这一个合约钱包。等一下会看到比较详细的程式码。那 call data 的话，就是在 user operation 实际要执行的时候会去呼叫的 call data， 所以里面就会包含你这次想要执行的 function call 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呼叫哪一个合约，那你要呼叫哪个合约的 function 是什么，跟对应的 value 是什么等等的，都会包含在这里。那其他就是一些关于 gas 的设定，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验证阶段跟执行阶段，你要限制这笔交易使用的 gas 是多少等等的。那还有就是你这笔 user operation 愿意付多高的 gas。最后 paymaster and data 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用来透过其他合约来帮你付手续费的一个功能。这个栏位是空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 signature 就是用来验证这 user operation 是真的是可以被执行的，能够通过验证的一个栏位。在4337里面有几个角色，那首先 sender 就是刚刚讲到发送 user operation 的智能合约钱包，它定义了一个叫 alt mempool 的东西，
就是相对于交易的 main pool， 这个 main pool 它存的是所有等待上链的 user operation， 等于是我如果签了一个 user operation 之后，我可以把这个签好的 user operation 送到这个 alt main pool 里面，就会有别人来帮我就是打包这些 user operation 然后上链。负责打包的就叫做 bundler， 这个 bundler 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多个 user operation 打包起来，然后最后透过这个地址去发送交易给 entry point 合约。entry point 合约就是4337的一个最核心的合约，可以用来执行这些指定的 user operation。那为什么 bundler 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因为在执行 user operation 的过程中，如果它执行成功了，最后会获得一些 gas fee 的补偿，所以等于是 entry point 最后会把一些 gas fee 补偿给 bundler。那所以 entry point 它就是负责验证跟执行 user operation 的合约，包含刚刚提到的怎么样去验证这个 user operation 里面的 signature 是正确的，那而且并且去呼叫 sender 的智能合约去执行他想要执行的操作。最后 paymaster 指的就是它能够允许另外一个合约来帮忙这个 user operation 去付 gas fee， 所以它就可以做到一些比较灵活的功能，像是使用者他可以使用 ERC20 的 token 来支付 gas fee 这样子的功能。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对 bundler 来说，他会获得 gas fee 的补偿，所以这个角色他是有经济诱因来帮忙执行的，所以这样也让就是这个系统变得更去中心化，因为任何人可能都会想要来跑自己的 bundler 来帮忙发送 user operation 上链。好，那这个图就是一个 ERC4337交易会发起的过程，可以看到使用者会先签名他想要执行的 user operation， 可能多个 user 他都会各自签名出自己想要执行的 user operation， 进到这个 user operation 的 main pool 里面。bundler 就会从里面去挑他愿意帮忙执行上链的 user operation， 挑完之后他会去打一个交易，他会打一个 entry point， 就打交易到 entry point 上去执行这些 user operation。 bundler 发送的一笔交易里面可能会包含多个 user operation， 那这个交易最后就可以被包到一个以太坊的 block 里面去，等于是执行 bundler 指定的这几个 user operation。 好，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呢，其实就是首先 bundler 会发送交易进到 entry point 的合约。bundler 呼叫 entry point 合约的时候，因为它可能里面会有多个 user operation， 所以它就会依序去执行每一个 user operation。 看到这个顺序，首先它会去检查说，这个合约钱包它是不是能够支付 gas fee， 如果可以的话，那它会各自检查每个合约钱包是不是都能够付它的 gas fee。所以2、3这边就先各自检查这两个合约钱包是不是能够负担它的 gas fee， 再来就会依序执行。例如说这个 user operation 它想要呼叫某一个合约，所以这时候它会再跑来执行这个合约钱包的想要执行的 function。 执行完之后，最后会有一个 refund 的过程，也就是说前面它可能跟合约钱包要了一些 gas fee， 后面如果他发现这要的 gas fee 就是有超过他需要的量的话，就会在透过 refund 的这个阶段就是还给这个合约钱包。这算是一个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执行的流程。简单的说就是验证，然后付 gas fee， 然后最后执行这个合约钱包想执行的功能。那这里我们就来细看一些实际的程式码。首先 bundle 的呼叫 entry point 合约的话，它是呼叫一个叫 handle ups 的 function， 可以逐一的处理 user up， 所以它里面传的就会是一个 user operation 的阵列。那首先 entry point 在执行一个 user operation 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以下几个步骤。那第一个就是如果 sender 这个合约它还没有被建立的话，就会使用 init code 的这个参数搭配 create to 来部署 sender 的合约，所以它就会用到这个 init code 的参数。那它会先判断就是 sender 合约的就是 code storage 的长度，如果没有的话就去执行这一段 create sender 的程式码。那当然它最后 create 出来的这个合约地址，它也会去检查说这合约地址是不是真的等于 user operation 里面的 sender。那因为这两个一定要 match 才能代表说它有这个 sender 的地址有成功的部署智能合约。那下一步就是 entry point 会去验证说 sender 有没有足够的 deposit 来支付 gas fee。那这 deposit 机制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不过简单来说就是 entry point， 因为它能够去算出说这笔 user operation 大概会花多少的 gas fee， 所以它会先
跟 sender 去要求一些 gas fee 来补偿，就是这笔 user operation 的执行。所以如果有的话，就会去从 sender 他存的一些钱去扣掉。拿到了需要的 gas fee 之后，entry point 会再去呼叫 sender 的 validate user up 这个 function， 去验证说这个 user operation 是不是真的能够被执行的。所以可以看到，它就会去呼叫 sender 的 validate function， 然后去把他现在想要执行的 user operation 跟 hash 去带进去。所以 sender 在里面，它就可以自定义任何的验证逻辑。例如说，它就可以去把 user operation 里面的 signature 栏位读出来，然后去做一些签章的验证等等的。验证成功之后呢，entry point 就会使用 user operation 里面的 code data 这个栏位去呼叫 sender 合约，也就是这一个function的呼叫，能够让 sender 合约去执行任意的操作，例如说去像我们刚刚讲的去做 proof、token approval 或者是做 swap 等等的操作。最后在执行成功之后呢，entry point 会去看说，这次的执行会不会前面扣了太多的 gas fee？ 如果扣的太多的话，会再返还这些 gas fee 给 sender。在所有 user operation 执行完之后，会把每一个 user operation 收集到的 gas fee 就发送给 beneficiary 的这个地址。这个参数就是在前面有看到这个 handle ups 里面会带入 bundler 会带入一个 beneficiary 的地址，就是有像受益人。那这个受益人通常会是 bundler 自己的地址。虽然他自己花了一些 gas fee 发这种交易，但是他还是能够从这些 user operation 的处理中去获得他所需要的 gas fee。再来就讲到就是那合约钱包里面，它可以怎么去实做 validate user up 的这个 function， 因为它可以去制定这个 function 的逻辑嘛，所以里面就可以实做任意的验证逻辑。例如说最简单的验证方式的话，就是例如说我这个合约钱包就是有一个唯一的 owner 地址，因为像是 one of one 的这种多签钱包啊，只是只有一个 owner 这样。这个 owner 只有一个 owner 的话，那我里面就可以去验证说这个 signature 它是不是 owner 签名出来的 ，owner 对 user operation 签名出来的这个东西。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 basic account 这个智能合约算是官方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实作啦，就叫做 basic account。在 basic account 里面，它就会去验证说，我今天这个 user operation 的 hash， 它经过 EC recover 之后，这个 hash 再加上 user operation 里面的签名 recover 出来是不是真的是这个 owner， 也就是说它会需要 owner 的 private key 去对这个 user operation 做 user operation hash 做签名，把签名完的结果放到 user operation 的 signature 栏位，这样最终才能够通过这个合约钱包的验证。所以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去实作说，我这个合约钱包只有这个 owner 签名过的东西才能够执行的这个逻辑。在这个 function 你只要稍微修改它，就可以去加入一些多签的机制。例如说我3个人里面至少有2个人签名，那你这里就可以去验证这个 signature 里面是不是真的至少有2个 owner 的签名，这样的逻辑。好，那刚刚讲到这个所谓 deposit 其实指的是对于每一个 sender 来说，他都要先在 entry point 合约里面去预先存一些费用来支付未来的 gas fee。下面这个 deposit to 是 entry point 的合约的一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接收一些 ETH， 把这个对应 account 的 deposit 的值加上对应的值，这样等于是这个 sender 先存，例如说 0.1 个 ETH 进来，那它的 deposit 就会增加 0.1。那所以当我有 deposit 这些 gas fee 进来之后呢，在刚刚讲到就是 entry point 要去扣除它所需要的 gas fee 的时候，它就会从这个 account 的 deposit 里面去扣掉。所以如果 paymaster 也就是说没有人去帮这个合约钱包付 gas fee， 等于是这个合约钱包这个 sender 他要自己去付 gas fee。那他自己付 gas fee 的方式就是 entry point 他会去检查这个 sender 有没有曾经 deposit 一些 ETH 进来，如果他的 deposit 不够他付这一次的 user operation， 这次的操作就会失败。那如果够的话，就会去从他的 deposit 里面扣掉，然后存起来。所以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流程也很奇怪，因为如果我今天这个 sender 是完全还没有建立过，他在执行第一笔交易之前就要有人先帮忙 deposit 一些 ETH 作为 gas fee， 这样他才能在执行 user operation 的过程中通过这个 entry point 合约的验证，就 entry point 才有一些 deposit 能够扣掉，或是使用者他还是要自己准备一些 ETH 来为这个 sender contract 去 deposit 一些未来所需要的 gas fee。
这会是一个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交易流程会有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需要 Paymaster 的合约。有了 Paymaster 的话，这个交易的流程就会变成是说，前面一样是 Bundler 负责把 User Operation 打到链上，然后前面一样会先去验证，就是这个 User Operation 的签章是不是好的。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这时候当 Entry Point 它需要获得一些 Gas Fee 来处理这个 User Operation 的时候呢，它会去呼叫 Paymaster 的一个 function， 等于是去问 Paymaster 说，他愿不愿意去为这笔交易赞助他需要的 Gas Fee。那如果这个回传结果是 OK 的话，那等于是 Paymaster 他同意这件事情。那这时候 Entry Point 就会去扣掉 Paymaster 的 deposit， 等于是从 Paymaster 那边去拿钱赞助这笔交易。有了所需要的 Gas Fee 之后，就可以去执行这个 User Operation 实际上想要执行的智能合约的操作。最后执行完之后，也会有个 Post Up 的阶段来退还给 Paymaster 前面他多收的一些 Gas Fee。所以实际的流程就是使用者他在 User Operation 里面去带入这个 Paymaster and Data 的这个栏位，那就可以去请求 Paymaster 合约代付一些 Gas Fee。所以 Entry Point 它如果侦测到 Sender 没有 Deposit Fund， 那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状况。而且在这个 User Operation 里面有 Paymaster and Data 的这个栏位，那它就会去呼叫 Paymaster 合约的 Validate Paymaster User Up 的这个 function。这个 function 可以看到，它会先算出说我 require prefund 是多少，就是我想要请 Paymaster 赞助我这笔交易的 gas fee 是多少。然后前面它也会先把 Paymaster 的 deposit 去扣掉它的 required 的 refund， 也就是这笔钱是由 Paymaster 来帮忙出的。如果呼叫这个 Validate Paymaster User Up 成功的话，等于是 Paymaster 就是同意这笔赞助。那所以因为前面这边是扣掉 Paymaster 的 deposit， 所以在 User Up 执行完之后，如果这边扣掉的跟实际就这边扣掉的比实际上用到的还多的话，那最后会再把多扣的这些 deposit 就是在 Post Up 阶段补加回去。到这里其实就完整讲完所有 ERC-4337的会有的交易流程了。接下来就举几个实际大家会实做的逻辑的例子。那首先第一个是 verifying paymaster， 也就是验证一个签章的 paymaster。因为前面讲到 paymaster 它的验证逻辑、验证函数是可以自定义的。最简单的验证逻辑就是去验证某一个 owner 的签章。这个逻辑就是例如说使用场景就像是如果钱包商他想要赞助一个使用者他发送前5笔的智能合约的交易，他就可以透过后端私钥签名的方式，等于是签这个使用者的 user operation， 签完之后就可以把它塞到 Paymaster and Data 的栏位里面。这个签章丢到链上之后呢， Paymaster 合约它就只要去验证说这个 Paymaster and Data 里面的 signature 它是不是真的是 verifying signer 去签 user operation 签出来的一个 signature。 如果是的话就通过这个验证，就代表说等于是我在链下可以决定要不要为一个 user operation 去赞助它的 gas fee。那如果愿意的话，我就提供使用者这个 Paymaster and Data 的 signature， 这样这个 signature 就可以通过 Paymaster 的验证。那在链上就使用者他的合约钱包就不用自己付 gas fee 了。好，那再来是 Token Paymaster， 那它的目的主要是让使用者可以用 ERC-20 token 来付 gas fee。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应用，因为对于一些使用场景来说，使用者他并不关心他拥有多少 ETH， 他可能只关心他有多少 USDC 或是他想要持有的虚拟货币。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使用者完全在钱包里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 ETH，所有的交易都透过 ERC-20 token 来支付 gas fee， 那这样也对使用者体验会有比较好的提升。原理就是在 Paymaster 决定是否要帮忙付 gas fee 的时候，先把一部分使用者的 ERC-20 token 转走。至于他要转多少的话，这个汇率他就可以从外部的 Oracle 合约去抓了之后，通常为了避免一些汇率的损失，那可能会加上一些抽成。转完之后，他就可以等于是验证通过 ，Entry Point 去扣掉Paymaster 的一些 deposit。那最后在 Post Up， 也就是 User Up 执行成功之后， Paymaster 前面有多扣了使用者的一些 token 的话，那他可以在最后 Post Up 的阶段再把他多扣的这些 ERC-20 token 再转回去给使用者。可以想象，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Token Paymaster 它在 Entry Point 的 deposit 会越来越少，它这个合约持有的 ERC-20 token 会越来越多。万一有一天
它在 entry point deposit 太低的话，那有可能它之后接下来就没办法赞助后续的交易了。那有些实作它会在 post up 阶段，如果它侦测到这件事情，就会去打 Uniswap 来自动把里面的 ERC20 token 换成 ETH， 然后再 deposit 回到 entry point， 这样等于是完成了一个闭环。这个 token payment 它就可以一直运行下去。再来是多签的智能合约钱包，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叫 ERC6900 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其实去定义说，一个合约钱包它可以有等于是动态的新增一些逻辑的概念。就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在验证钱包的验证 user operation 签章的这个function 里面，去加一些我自定义的逻辑，或是别人已经写好的逻辑，那我就只要透过6900的这个标准去加一个新的 plugin 就可以做到。这个 multisig plugin 就是 Alchemy 提供的6900的 plugin。那只要把这个 plugin 签进去之后，那这个合约钱包它就会自动有多签的功能。等于是说你去设定它可能是 K of N， 就是 N 个钱包里面至少要有 K 个钱包的签名，才能够让这个 user operation 通过，就可以很轻松的在合约钱包上面加上一个新的功能。再来是也是一个比较酷的应用，就是所谓 passkey 的钱包。passkey 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它是一个新一代的无密码登录的选项。那这个其实是在也是 Web2 的一个技术，通常是在可能电脑或是一些移动端的装置有支援这个新的 passkey 的技术。最主要目的是想要取代传统的密码登录，因为密码登录有很多可能会被害，或是使用者他在各个服务都设定一样的密码，造成密码泄露。那我同一个密码就可以，骇客就可以去到很多其他服务尝试攻击使用者的这个状况发生。passkey 它就是能够为每一个服务都创建一个全新的公司钥的 pair， 那透过密码学的签章来登录对应的服务，这样就可以取代掉密码的过程。过去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passkey 的签章它使用的椭圆曲线是 SECP256R1 的这个曲线，它跟以太坊原生的 EC Recover 它所使用的椭圆曲线是不一样的，所以会导致说要在以太坊上去验证这个 passkey 的签章是所花的 gas fee 是比较大的。在去年10月的时候，有推出一个被审计过后的 passkey 的验证方式，这个已经被审计过了。好处是它的 gas fee 只要花大概30几万就可以验证一个就是 passkey 的签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所谓 passkey wallet， 也就是说，这个4337钱包它的验证 user operation 方式，就是去看这个 user operation 是不是某一个 passkey 的私钥签名出来的。这样的应用的话，就可以完全让使用者不需要记任何的私钥或者助记词或者密码。使用者他只要在这个服务上创建一个 passkey， 那透过可能指纹或是脸部辨识登录跟签名，它就可以发送任何的交易。那这个是已经有被实作出来了，在这个 passkey 4337的这个 GitHub repo 里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里面看它的实作。当然还有更多的 use case， 其实主要都是围绕在合约钱包要怎么去验证 user operation 的这个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已经是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实作了，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实作方式。例如说 session key wallet， 这个概念上就是说，我可能可以授权某一个暂时控制合约钱包的私钥，来作为这个合约钱包的发起交易的 owner。这个可能会用在我例如说出国，那我可能不想要带我的冷钱包，所以我可能先在出国前先用这个冷钱包去授权一个热钱包来控制我的智能合约钱包。这样的话，我在出国的1个月里面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热钱包来执行想要的交易。那 Social Recovery Wallet 的话，指的就是如果我在控制这个智能合约钱包的私钥掉了的话，可以设定比如说2-3个 Guardian， 那这个 Guardian 它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面去帮助我回复我的智能合约钱包的控制权。通常的做法会是例如说我需要设定2-3个 Guardian， 中间会有一些24小时或48小时的这个缓冲的时间，来避免 Guardian 它恶意的去更改这个合约钱包的控制权。Social Login Wallet 的话，指的这又是一个蛮特殊的应用，就是它是希望让使用者透过像 Google 或是 Facebook 登录的方式，就能够自动产生一个钱包。因为每一个 Web2 的登录，它背后会产生对应的 OpenID Connect 的 token。那透过这个 token， 可以有一些这种 ZK 的技术，来在区块链上去验证说，使用者他真的
拥有一个，比如说拥有一个 Google 账号的登录权限。那只要能够在链上验证这件事情，我就能够唯一的使用一个 Google 账号去产生它对应的合约钱包。那这个概念其实是在 Sui 这条链上有一个 ZK Locking 的实作，已经有被实作出来了，所以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应用，来让使用者透过社交登录的方式直接产生一个钱包。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蛮特别的应用，就是 Proof of Email。那这个概念就是它也是能够透过 ZK 的技术，在区块链上去验证说一个使用者他真的拥有一个 email 的控制权，背后也是透过一些复杂的 ZK 电路啊、签章验证等等的，在这边就不细讲。这也是已经有被实作出来了，那叫做 Email Wallet 的这个 repo，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的 email 去产生一个钱包，透过寄 email 的方式就可以去控制这个钱包，那也是可以做到不需要私钥就能操作钱包的这个功能。最后讲一下有一些常见的对于4337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是4337提出之后，有没有什么合约钱包的逻辑是之前做不到的？那其实没有，因为4337它其实只是提供一个账户收项的标准，这个标准里面能做到的事情，其实过去合约钱包都已经能做到了。因为本质上以太坊它就是一个图灵完备，你能够写任何逻辑的一个平台，所以唯一差别就只是在这个合约钱包的标准有没有被统一而已。那再来第二个是合约钱包它没办法 sign personal message， 因为很多的 DApp 它要支援钱包登录的时候，通常会要求使用者签一个讯息的签章，因为合约钱包没办法去签这个讯息的签章，那这样是不是自然就没办法登录了？其实很多人也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透过提出新的一些 EIP， 可以看就是1271跟6492这两个标准，它里面就有定义说，一个合约钱包它要怎么样去验证签章。有了这个标准的话，那基本上任何 DApp 就能够通过这个标准来支援合约钱包的登录。完整的 ERC4337的实作程式好像串接了，基本上在 ETH Infinitism 是4337的这个官方的 repo， 在里面可以找到就是几乎所有的需要的实作。那最后一个是，如果使用者他今天用的是 EOA 钱包，也还是没有办法享有合约钱包的好处。那这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我现在使用者是使用 EOA 钱包的话，如果想要换成使用合约钱包，那等于他所有的资产全部都要先转移到这个新的合约钱包上面，他才能开始使用。那这个对既有用户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 EOA 钱包也享有合约钱包的好处？这个就是在 EIP3074还有7702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两个标准，它就是希望让 EOA 在交易过程中可以有合约钱包的功能，等于是我一个 EOA 钱包透过一些授权的方式，来让它突然能够变成一个智能合约去执行任意的交易，例如说 batch transaction 这种一个交易里面执行多笔交易，或是别人帮我付 gas fee 等等的这些操作。那这些就是可能会在未来的以太坊升级里面被纳进来。以上就是说关于今天ERC4337的介绍，谢谢大家。